35岁还年轻，哪来的中年危机？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安慰话语。朋友圈里的励志文章告诉我们，35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，事业刚刚起步，未来充满无限可能。然而，真相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残酷。就在此刻，全国有数百万35岁左右的人，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内心风暴。他们表面上依然光鲜亮丽，照常上班下班，和朋友聚餐谈笑，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着岁月静好的生活片段。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们却在问自己同一个问题：我的人生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这不是一个关于年龄的故事，而是一个关于人性、关于选择、关于在现代社会中如何找到自己位置的深度调查。我的观点很直接，35岁就是中年危机的开始，而且比传统的中年危机更加隐蔽，更加危险。当你走在繁华的街道上，看着那些步履匆忙的身影，你可能永远不会想到，其中有多少人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。35岁的李明，每天早上7点准时出门，西装革履，看起来就像一个成功的职场精英。但只有他自己知道，银行卡里的余额已经连续3个月都是3位数，房租、孩子的学费、父母的医药费，每一笔支出都像一座大山压在他的心头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李明的遭遇绝不是个例。根据最新的社会调查数据显示，在我国1线城市中，超过 60% 的35岁群体都在面临不同程度的生活压力和心理困扰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表面上一切都很正常，内心却承受着巨大的煎熬。让我们从一个真实的场景开始。想象一下，在某个普通的周五晚上，35岁的张伟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报表。窗外华灯初上，同事们都已经下班回家，只有他还在为了一个项目的细节反复修改。这时候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是大学同学发来的朋友圈截图，另一个同学刚刚买了人生第2套房子，正在庆祝。就在那一瞬间，张伟突然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。他想起了10年前刚毕业时的雄心壮志，想起了曾经制定的5年计划、10年规划，再看看现在的自己，除了年龄增长了，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。这种落差感就像一记重拳，狠狠地击中了他的内心。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着。35岁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。在这个年龄，你已经不再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，社会对你有了更多的期待，同时你也还没有到真正的中年，还保持着对未来的渴望和追求。正是这种尴尬的位置，让35岁的人群面临着独特的心理挑战。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需要先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年危机。心理学家们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，中年危机并不是简单的年龄问题，而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。它通常表现为5个关键特征，这5个特征就像5把钥匙，帮助我们打开理解中年危机的大门。第一把钥匙是时间焦虑。当一个人开始频繁地回望过去，对比现在和从前的自己时，他们往往会产生一种时间被浪费的恐慌感。第二把钥匙是方向迷茫。对于未来，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。第3把钥匙是兴趣消失。曾经热爱的工作变得机械化，曾经喜欢的爱好也失去了吸引力。第4把钥匙是情绪波动。疲惫、焦虑、情绪低落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主旋律。第5把钥匙是假设思维。如果当初我选择了另一条路会怎么样？这种假设性的思考变成了一种习惯。当这5把钥匙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时，我们可以确定地说，他已经陷入了中年危机的漩涡。但更可怕的是，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其中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答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。心理学研究发现，
现代社会的信息过载是导致中年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我们每天通过手机、电脑、电视接收到的信息量，是我们的祖辈们一生都不可能接触到的。这些信息中充斥着各种成功案例、励志故事、生活方式的展示，它们就像一面面镜子，让我们不断地审视和质疑自己的生活。更危险的是，社交媒体的普及让这种比较变得更加频繁和直接。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看到别人的生活状态，从他们分享的照片、文字、视频中了解他们的成就和幸福。但我们往往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，社交媒体上展示的都是经过精心筛选的生活片段，它们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全部生活状态。除了外部环境的影响，内在的心理机制也起到了关键作用。大多数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接受了一种减分制的思维模式，这种模式源于我们的教育系统。在学校里，我们被告知满分是100分，每做错一道题就要被扣分。这种评价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们对自己和生活的评判标准。相比之下，有一些人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，加分制思维。他们不是从完美状态开始往下扣分，而是从0开始往上加分。每一个小的进步，每一次成功的经历，每一个美好的时刻，都被他们看作是人生账户上的加分项。我认识一个50岁的朋友，按照传统的定义，他早就应该进入中年危机了，但是这个人却活得像个少年一样。前不久，他刚从西藏骑行回来，途中还摔断了腿，但说起这件事时，他笑得就像在讲别人的故事，还特别可惜那辆掉下悬崖的自行车。去年，他还专门跑到海南学冲浪，结果那几天没有浪，他也不失望，在沙滩上把自己晒成了古天乐，一身黑皮地回来了。这个朋友并不是特别有钱，也不是特别有本事，家庭生活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平凡，但他有一个特质，从来不给自己设定过高的期望。他说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，能做好一件小事就很开心，能学会一个新技能就很满足。后来，这个朋友跟我说了一段话，让我震惊了。他问我一个问题：你的人生到底是在做加法还是在做减法？他说，大部分人都是减法人生。做事之前，先假设自己满分，假设自己必须成功，然后做错一件事就减1分。分数越低，越恐慌，越恐慌，越容易出错，越出错，越减分。于是，焦虑、抑郁就都来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学校教育就是减分制，先假设所有学生都必须考100分，然后每人发一张试卷，做错一道题扣1分，直到检测出你距离100分还有多远，然后告诉你那些扣的分就是你的缺点。我们受了10几年这样的减分训练，骨头缝里都渗透着减分的血液。但是还有一种人，比如这位朋友，他们过的是加法人生。先假设自己什么都不是，学习不好，不够聪明，不会赚钱，不会交际，不善言辞，不懂人情。于是他们对自己就没那么大的奢望，压根就没渴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。所以他们每进一步就给自己加1分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今天做了一顿好饭，加1分；明天学会了一个小道理，加1分。每加1分就快乐一次，因为你在进步，而不是在后退。这种小进步里藏着大快乐，有这种快乐，你就不会焦虑，不会抑郁。朋友还说，到底是加法还是减法，核心在于你在跟谁比较。减法人生是在处处跟别人比，加法人生就只跟自己比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减法人生的人总是看人外的人，
天外的天，见得高人越多，就越觉得自己分数低，就越焦虑。这个例子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：中年危机的根源往往不在于外在的条件，而在于内在的心态。当我们学会调整自己的期望值，学会欣赏生活中的小确幸时，所谓的危机也就不再是危机了。让我们来看一个更加典型的案例。王芳，35岁，某互联网公司的项目经理，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成功的职业女性。她有着体面的工作，不错的收入，还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。但在过去的2年里，她开始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变化。首先，她变得特别喜欢和别人比较。看到朋友晒豪车，她会默默计算自己需要多少年才能买得起；看到同事升职，她会反思自己的职业规划是否有问题；甚至看到邻居家的孩子考了好成绩，她都会开始担心自己的教育方式。这种比较让她越来越焦虑，越来越不满足于现状。接着，她开始质疑自己过去的选择。如果当初我选择去北京发展，现在的薪水会不会翻1倍？如果我没有这么早结婚生孩子，是不是能有更多的职业机会？如果我当初坚持学画画，会不会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艺术家？这些假设性的问题在他的脑海中反复出现，让他对现在的生活越来越不满意。最后，他开始失去对生活的热情，工作变成了机械性的重复，周末也不再有外出的冲动，就连以前最喜欢的瑜伽课程也开始找借口缺席。他告诉自己这是成熟的表现，是生活的常态，但内心深处，他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王芳的故事并不特殊，在我们周围，有无数个像他这样的人正在经历着同样的困扰。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成功，而是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；不是没有目标，而是不知道这些目标是否值得追求；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不知道应该把能力用在哪里。人到中年，肯定会错过很多机会，做过很多傻事，得罪过一些人，甚至干过一些缺德的事，但也肯定会有很多正确选择，做过非常多有价值的事情，交了不少高质量的朋友，做过不少值得称道的好事。问题在于，你用什么样的滤镜来看待这些经历？基于这些发现，心理学家们总结出了4个特别有效的方法，可以帮助35岁的人群走出中年危机的阴霾。第一个方法叫做数字断舍离。现代人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信息过载，我们每天被无数的信息轰炸，大脑根本没有时间去处理和消化这些内容。具体的做法是，每周选择1天完全不看手机，不上网，不接触任何数字设备。刚开始可能会感到不适应，甚至会担心错过重要的信息，但你很快就会发现，地球离了你照常转，那些你以为很重要的信息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。第二个方法是学会说不。这对于35岁的人群来说特别重要，因为这个年龄的人往往承担着最多的责任和压力。但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当我们试图满足所有人的期待，处理所有的事情时，我们往往会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，却发现什么事都没有做好。学会说不，可以帮助你建立健康的边界感，有选择地承担责任。第3个方法是重新定义成功，这可能是4个方法中最重要的一个。大多数人对成功的定义都来源于社会的标准：高收入、大房子、好车子、体面的工作、和谐的家庭。但问题是，这些标准往往是别人制定的，不一定适合每个人的具体情况。重新定义成功，意味着你需要根据自己的价值观、兴趣和能力，制定属于你自己的成功标准。第4个方法是持续学习。学习新知识，掌握新技能，不仅可以提升你的能力和竞争力，更重要的是可以给你带来成就感和自信心。当你在学习新东西时，你的大脑会分泌多巴胺，这是一种让人感到快乐和满足的神经递质。这种快乐感可以有效地对抗焦虑和抑郁情绪。人这一辈子能靠谁？只能靠自己，
尤其是我们这些出身一般、社会资源也不丰富的普通人，除了自己，谁也靠不住。上世纪90年代，出来做生意的大多数成了富人，但是到了现在，当时许多富人都已经破产或者回归平民阶层。只有那些不断学习的富人，依旧能守得住财富，还可能向更广阔的领域迈进。学习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所以需要我们不断学习，才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跟得上时代的步伐，才能察觉到将来的发展方向。学一个技能，开拓一份小副业。网上找一个前沿的课程，报个名，学一学，别怕被割韭菜。记住，所有的课程都有割韭菜的成分。搞教学的人只会把少数成功案例拿出来宣传，那些没成功的炮灰，他们肯定不会告诉你。这是正常的事情，千万别觉得这不对，非要人家给你一个什么保障，给你一个一定能成功的方法。你记住，保证给你成功方法的课程，那才是最大的镰刀，一刀就割死你。还是那句话，谁也靠不住，只能靠自己。学习也是一样，别靠老师，靠自己，知识就放在那里，学不学得会就看你自己。但是学肯定比不学要好。富人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他们会花时间探索让财富增长的途径，所以需要去和各行各业的人才去交流学习，发现其中的致富之道，让钱生钱。同样的道理，那些能够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保持良好心态的人，也是因为他们懂得分散人生的风险，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目标上，不把所有的快乐都依赖于一种状态。他们会同时培养多个兴趣爱好，建立多层次的社交关系，发展多方面的能力和技能。这样，当某一个方面出现问题时，其他方面仍然可以为他们提供支撑和慰藉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真正智慧的人很少会陷入彻底的绝望，因为他们总能在生活的某个角落找到光明和希望。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，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重要的心理现象——滤镜效应。这是一个心理学概念，指的是人们为了节省大脑资源，往往只关注生活中的一部分信息，然后用这些片面的信息来构建对世界的认知。当一个人陷入负面情绪时，他往往会形成一个坏事滤镜，只看到生活中的问题和不足，而忽略那些积极的方面。要改变这种状况，我们需要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滤镜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花几分钟时间回顾一下当天发生的好事，哪怕是很小的事情也可以。这种练习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效果却很显著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需要理解：精神胜利法。这个词来源于鲁迅笔下的阿 Q， 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防护机制。但对于中年人来说，适度的精神胜利法其实是一种很有效的心理调节手段。这里的精神胜利并不是让你逃避现实或者否认问题的存在，而是让你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件事情。比如，当你因为没有升职而沮丧时，你可以想想，至少你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。当你因为收入不高而焦虑时，你可以想想，至少你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了满足。当你因为单身而孤独时，你可以想想，至少你有更多的自由和选择。这种思维方式的核心是知足常乐。在这个充满竞争和比较的社会中，知足变得特别难得。我们总是想要更多，总是觉得不够，总是羡慕别人拥有的东西。但是，当我们学会为已经拥有的东西感到满足时，我们会发现内心的平静和快乐。当然，知足并不意味着不思进取，你仍然可以有目标，仍然可以努力追求更好的生活。但是，你不会因为暂时达不到目标而否定自己的价值，也不会因为别人的成功而贬低自己的成就。你会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起起落落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35岁的人群需要学会的最重要技能，可能不是如何获得更多的成功，而是如何在失败中保持尊严，
如何在挫折中保持希望，如何在平凡中保持热情。这些品质看似抽象，但它们是支撑一个人走过漫长人生的真正力量。当我们把视角从个人层面扩展到社会层面时，我们会发现35岁群体面临的问题其实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变化和挑战。快速的社会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会，也带来了更多的焦虑。信息技术的进步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也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比较。物质生活的改善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标准，也提高了我们的心理预期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35岁的人群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。他们需要在职场上保持竞争力，在家庭中承担责任，在社会上维持形象，在内心中寻找平衡。这种多重压力的叠加，使得中年危机变得更加普遍和复杂。但是，我们也要看到希望的一面。正是因为这个时代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，35岁的人群也有了更多重新开始的机会。你可以通过网络学习任何你想学的知识，你可以通过创业实现自己的商业梦想，你可以通过旅行拓展自己的人生视野，你可以通过志愿服务找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。关键在于，你要敢于打破常规，敢于尝试新的可能性。35岁不是保守的年龄，而是勇敢的年龄。在这个年龄，你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去判断什么是值得冒险的，也有了足够的智慧去承担冒险的后果。最终，我们需要认识到，35岁的所谓中年危机其实是一个机会，一个重新审视和调整人生轨迹的机会。在这个年龄，你已经有了足够的人生经验，但又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新的目标。生活就像一场马拉松，35岁只是其中的一个里程碑，而不是终点。那些真正的赢家，往往不是起跑最快的人，而是能够坚持到最后的人。35岁不是人生的黄昏，而是人生的黄金时段，不是梦想的终结，而是智慧的开始。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这个转折点，如何将危机转化为机遇。记住，人生没有标准答案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轨迹。不要因为暂时的困难就否定自己，也不要因为别人的成功就贬低自己的努力。真正有意义的人生，不是没有困难和挫折的人生，而是能够在困难和挫折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人生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